点下去。好，我们今天来开箱这支很厉害的森林之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主持人是谁吗？谁？本人了。大家听一下声音。大叔啊！对，对啊，大叔，对，翔哥，歌啦，对，是1年来一次的歌。对，那你明年要推大家什么系列？大家什么系列不知道还没。我烟草啊，烟草，你一个系列要准备1年哦。收集1年之后。太久了吧？我慢慢哈啦。敲完，粉丝敲完。今天这个是什么 ？MMM 的森林之魂，它的那个黑瓶系列的，不过这支好像绝版了嘛，绝版了。其实对这个啊，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它的喷头。它喷头很特别。对啊，我一开始原则上它都没有盖子，我都以为怎么没有覆盖子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本来就是这样。而且它上面它其他系列会绑一些麻绳，对，不过这系列是我没有，对。啊，听说有啦，对了，黑色麻绳，我没看到。对，然后感觉就是有种非常朴质，是，对，无华的那种感觉。它的设计整体的瓶身的设计，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对，因为他们这个牌子是那个设计，就是服装设计出来的，他们是等于是一个服装品牌嘛，然后之后才延伸这个香水，所以意思就是说非常有艺术的品味。它的衣服的设计也是属于中风格。那所以这个绳子是不是线？是不是就是他们这个要纺织的这个线？对，要把这个带入的，因为它是做衣服起家的嘛，是不是？有可能。对，还是 HCD 大家知道。我们在旁边乱猜。它这个牌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波西米亚风的味道。波西米亚。对，所以它这个整个包装跟瓶身设计就很有文青感。是。但是你刚刚讲波西米亚，我们还是没有意会过来，波西米亚是什么样的风格？它就是比较感觉上比较年轻、比较顽皮一点的那种风格，色彩会比较鲜艳。对 ，OK， 所以这个是波西米亚风，类似这样子。就我个人感觉有一点这样子，比较年轻，比较顽皮，这形容还蛮好的。好，那这一支听说是绝版了嘛，是吧？对，它是2016就绝版了。那人家很喜欢这一支，网络上评价蛮高的。对啊，他们都很喜欢把那种评价好的绝版掉，也是因为香材的成为绝响嘛。这样才会就永远就怀念它。对。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支味道。主持人，好，那就主持人你要那个引导一下，那就开始喷一下。你要带就是整个的流程。来，先试一下。这一支翔哥跟 HT 大家都有买了，对不对？对。这支应该我们社团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好啦，我有瓶的啦。你有瓶？什么意思？第一个闻起来的话，水漾森林呐。对，潮湿的那种水，水漾。台湾有一个地方水漾森林，有没有？上面有水，然后有一些倒掉的树木，有没有？有，在那个绵月线进去，再进去一点点，是不是？对，有那个感觉，很香。然后那个照片照过去。本来枯的树枝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它这个水里面就就出现，对，水漾森林，所以它湿气有点湿气哈，湿气哈，润湿了哈，潮湿感这样，对，有点潮湿感哈。它那个是什么？黑加仑是不是？黑加仑，对，的味道嘛。它一开始就给带一点那种微甜香甜的果香，是黑加仑，是不是？然后有一点点潮气，然后有一点点。苔藓，对，苔藓，人家说咸苔调还是苔藓调，对，苔藓调，对，然后后面有一点木头开出来，很好穿啊，我的蛮木头的，很好闻诶，苔藓木质蛮多的。我发现这主持人，哎呀，你应该坐这里啊，你就这样可以坐就好了。主持就讲完了，好，这样是这样啊。那我就讲的话，不是。好，来讲得很好。HTC 大现在这就是一个充满绿感的木质调啦。对，充满绿感的木质调，在我身上就是非常非常的绿，然后真的。对，闻一下你的绿感，很木质，然后也带一点点凉感。后面有没有一点焚香啊？有啊，有点焚香啊，但是焚香打得很薄啊，对，打得很薄。
焚香太重的话，会有点像要去拜拜哦。对，但是这不会，这完全不会。它比较，因为你可以想象前面要水水的嘛，要清凉嘛，对不对？然后后面会打得很薄的一个焚香出来啊，所以这真的还蛮好穿的，很像你去水漾森林，真正进去到涉水进入了这个森林，然后去看到这个已经雕朽了老木头这样子，对不对？飘散出来的淡淡的焚香出来，对不对？因为它已经历史很久远了嘛，对不对？慢慢的贴近这样去，有点清幽的感觉哦。对啊，我觉得你这样子，你的视野是一直往前眺望的那种感觉，很开阔的感觉哈。有你早上穿这个出门是很 OK 的。OK， 刚刚起床哦。对，微凉的天气我觉得更适合。跑山的时候这一支，如果对，就感觉落点枫叶，现在就会看到有落一点枫叶，反枫红啊。是哦，你现在跑的路线已经有一些对啊，有枫红啊。你可以下次可以录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吗？啊，录一下。太快了，有看到猴子，有看到猴子，我再拍给你。我上次看到3枪了。哦，真的？哦，是哦。我以为是一条狗哎。3枪，仔细看，我靠，3枪哎！哇，没有把它抓起来这样。抓起来不行啊。好，那女生现在闻起来。我觉得它先讲意境，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像是刚走进森林，它有整个过程，就是先看到那个湖水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你湖水，然后旁边潮湿的仙台，但是在走更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小庙出现，但是是那种像日本神社那一种，它不是我们台湾拜拜烟很多的那一种，那就微微的，然后很清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一支味道。赛德克巴莱哦。可以哦，我觉得它蛮深山的感觉啊，它不是就是很接近平地的，它是稍微深山一点点的味道。闻起来让人家有很宁静的感觉。对，对。那 HTC 大觉得这个带给我感觉就是在清晨那个充满露水的森林里的味道。哇，讲得更具象了，真的还不错哎，难怪就是跟它的瓶身设计还有外盒包装那个跟它的名称都非常的非常搭配，所以买的人应该完全不会后悔。对，它有一种就是刚刚我们同步都有说到，跟水有一点关，雾气啦、水汽啦，或者是这个水漾森林的那一滩水啊，对不对？这边进去的这个你是讲深山的这个雾气感嘛，对不对？都我觉得同步这一支都有，难怪它要绝版。是那再加上它的瓶身设计又是神秘的感觉，对不对？进入深山里，你不晓得再下去会是看到山枪还是看到山猪啊？还是看到狗？山猪的味道就是很香的烤肉味。对，那它中间是不是开始出现了焚香，慢慢飘出来？有的已经有了，对，所以我就刚刚说，微微的焚香感，对，但它不到很重的，不是厚重的。那我请教这个镜头后面2位，翔哥，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时间？这一支这个季节跟我们讲一下吧。我觉得这时候用也是不错了，但是夏天用的话，会让你把你烦躁的那种心情，它那种体温下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很热啊，夏天啊，你喷这个你会让你的心情更沉淀。对，因为它后面还有带一点点焚香。是然后这个气味闻起来有点想要冥想的那种感觉。对，有没有冥想？对 ，meditation。冥想的英文怎么说？我不知道，应该差不多。那对啊 ，HT 大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样的时间场合？季节？这个应该是在温暖的季节，我会比较对，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在温暖的季节，因为它带出水感，比较凉的味道。然后场合或时机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限制，基本上是都很适合。对，那休闲装扮就可以啦。是 ，OK。那林心地了。女生我可能会比较想要用在一个是，比如说你自己想要安静下来念书啊，或是你说冥想的时候，对，或者是如果以季节来讲，可能比较偏秋冬一点点。是，对，我觉得它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比较平静，就是比较偏那种天气上来讲，它可能是比较暗一点点的天色那种气氛下，会
特别想要穿这支，或是夏天来讲，可能就是晚上，春夏我就会用在晚上。OK， 对，那我觉得这一支偏夏转秋，或者秋转冬这两个转换季节，都很合适。它会让人家有一点越来越阴郁的感觉。我必须，虽然你们形容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它会让人家有一点小小的阴郁、忧郁的味道出现。好，因为它比较属于阴暗。它这一支名称叫什么？森林之魂，森林不是阴暗森林，不是阴暗森林，对，但是它会让人家，你们讲的是比较正面阳光，但我想要带出另外一个比较比较暗一点的色系出来，好，所以它是夏转秋，夏转秋的季节，我们自己就会感受到，有一点好像这个烟火放完之后，大家开始回归沉静了，对不对？那秋又转动的时候，那又再往下一个层次。对，我觉得这一支有带出这样子的味道出来。那当然它的水样感，还有这个清晨的薄雾，这个更不用说，它表达得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一支会让我联想，就是好像刚刚在翔哥说的，这个什么森林，水漾森林，自己静静一个人，然后看着这个雕熊的枯木，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孤寂的感觉吗？我觉得有点孤寂感。那他把这支带的形容的很好。那如果有忧郁症，我建议这一支不要用，又更沉淀了。这支比较适合心情比较烦躁的时候去使用。心情烦躁。对啊，我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来，他那天非常正面阳光。后来他跟我们说，其实他是来台北领药。就拿了3个月的药，我说是什么药？他说他是是忧郁症的药。我说你完全看不出来。他说他是非常的极端，刚吃完药，我不晓得。对，但是我才意识到，他说为什么他需要香水？因为香水可以让他有一些味道，让他会觉得开心。开心，对，比较亮，比较光明这样子。对，我才体会到，以前我们都听说香水可以治疗这个心情啊，或者是忧郁。但是直到他在我面前亲自说了这段话，我才知道说我们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会带给人家心情快乐。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会反而是这样讲？因为我在讲这一支的时候，我就联想到，那这一支不能给他喷。对，没有好或不好，没有好或不好啊。我讲的没有好或不好。是。对，那有时候我们心情烦躁啊，夏天对不对？就是就是很燥热，或者心情需要沉静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支是非常合适。对，这是也提供观众朋友给我们另外一个选择参考，因为我们频道就是不是什么都要讲好，对，也要让你知道说有另外一个面向，这一支忧郁就不太合适这样。不过可能或许他也可以试试看啦。真的吗？对，因为有些人就像空性，你讲的空性，就是说一样的东西，或许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觉得他会让我带来心情平静下来，或是他可能在烦躁的时候平静下来，或是他在忧郁的时候，他透过这个味道，他觉得有人陪伴，对，或是说有一种疗愈的感觉，也是有可能。对啊，所以可能不同的人闻会有不同的。下次他如果来，我们再请他试试看。对，其实这个香调的话，后续要观察。它一喷出来马上就是黑加仑信仰的感觉。然后慢慢的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面，你慢慢一点点粉香在后面薄薄的就跟着出来。对啊。所以它基本上3调没有非常明显，在第1分钟之内，它持续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跟你呈现。对，我觉得这个牌子香水大部分呈现都是这样，它比较没有那么说像西决夫那种前中后调非常大的转折，它可能在前面10分钟就差不多把这个整个味道走到全部了，然后它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的味道下来。我觉得我们4个人聊得太精彩了，所以这一集你有按那个录影键？有，你有按 play 啊？有，你不要这样子，主持人很敬业的，主持人很老了，没有按。好，我们前调先留在这边，我们还是试试看它后面还会有些什么转变。好，那待会这个统一组合，你有赶时间吗？我还好 ，OK， 好，那我们回头待会再跟大家讲后调。主持人，好，我们现在那个森林之魂的后调，对，没有回来了。对，后调我越来越喜欢，因为它的焚香冉冉上升，
越来越鲜明一直有那种对，一直持续的有啦，对而且我终于明白它为什么叫做森林之魂，因为你会觉得说你一直在探索这个森林，你会越走越进去。像你们喜欢爬山的，你会一直很期盼说，我的目的地什么时候会到，对不对？那你会越走越进去，越走越森林。那事实上，森林是越来越深沉，深不见底，对不对？你会觉得心中有一个问号，因为未知其实会有点恐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黑色的表达非常好。我要哈拉一下，让你探索不了了。请说。它那个焚香就像香烟袅袅。对啊，那种感觉。然后袅袅完之后，你像灵魂出窍，所以就叫森林之魂。有OK， 那 HTC 达达目前的感觉。好，我觉得它这个焚香的味道是闻得到焚香的香味，可是没有烟熏感。对，没有烟熏，没有烟熏感，它就是有焚香的香味，没有烟熏感。然后当然前调的果香已经没有了。对。那剩下就是我觉得是很纯粹木质的味道。对。是，我的也是。它前面的那个潮湿苔藓的感觉，其实已经也慢慢的没有了，对，变得比较干燥一些，就是比较对干一点的那种，就是焚香的那个，焚香淡的，不会刺刺的，不会，它蛮柔顺的。OK， 就是一支很舒服的味道。那后来这个干燥味道会让你们觉得现在是在室内还是室外？这应该就是到了中午了，那个露水已经都蒸发掉了之后的森林里面的味道。OK， 潮湿感不见了。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时区不太一样，时间轨迹不太一样。他刚刚这个 HT 大家讲的是前调就是清晨的薄雾嘛，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干燥是太阳晒下来，这个雾气散掉，水汽散掉。我觉得他形容得非常棒。它前面的那个水汽感已经比较没有了。那我刚刚的画面是反而是在下午4、5点，其实太阳落下，然后自己坐在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忘忧森林，有没有？就忘忧了，自己一个人，他是显得孤寂，比较偏冷的、湿的这样子。那慢慢干了之后，我觉得好像进到了这个森林的某一个木屋里面的室内，因为它带出干燥味道，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阴郁或忧郁的感觉了。对，因为干燥带出了比较清爽。人家说忧郁症下雨的时候，季节转换的时候会忧郁症会起来，就是那个。但是要坚持到底，过了之后，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干爽的木头味、平静的木头味就出来了，回到室内了。对，那目前你的感觉吗？我觉得就是它真的就是雾气散了之后的那种蛮纯粹的木质香气，焚香的那个淡淡的感觉。是，然后很适合。帐篷已经晒干了。晒干了，对，没有收帐。你是搭帐篷的吗？昨天睡在这里，早上起来混了一下，走到这个就是那种我刚是形容说他已经走到神社旁边嘛，已经走到神社里面了，这样子的感觉。走到神社里面了。那你比较干一点的，比较干了。是，对啊。你的是更庄严了哦。对啊，它是带给我感觉还蛮宁静的。OK， 对，宁静是可以的。翔哥呢？翔哥我觉得它后调其实比一般的焚香比较更贴肤，然后比较更好穿。它比较不会像说，如果你喷那种檀香或焚香出去，你出去的时候，你说你刚从寺庙出来的感觉，不是，它这个东西很贴肤，然后不会有很刺鼻的味道。对，然后持续的存在也不算薄，也有一点点厚度，还有一点厚度在有。我觉得它里面是不是有加一些麝香？我没有看香调吧，但麝香对，有一点点那个麝香，把它带出一些后来木质干净沉静，比较smooth的那种感觉，对，又有一点小小的性感，因为麝香会带出一些对感性，它用麝香下去抛光吧，要不然一般焚香都会刺刺的。或许会有一点刺激的感觉，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写，不知道。这个就厉害了，来这一首。对 ，OK， 好，来，那我们先来 HT 大大，你觉得这一次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哇，这个就苔藓调吧。苔藓调，苔藓，还有走其他吗？苔藓木质，苔藓。我是苔藓，它是有木质的，木质，苔藓木质调，OK。那苔藓木质，如果这一支0到10，我们现在从头品尝到现在，你会觉得
给他几分？我会给他9分吧。9分。那我会比较希望它稍微有点变化啊，是对，因为它非常线性。对，是 OK。好，9分 HT 大家给的。那林心娣呢？我也是苔藓木质，9.5。9.5，给9.5的原因就是它已经绝版了，然后我们还可以闻到它，然后主要是味道啦，味道是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焚香的味道出来。我觉得它会带给你，就是它那种森林深处的那种宁静感。是，我觉得它表现得很好。好，翔哥。焚香哦，它这种焚香我觉得非常的 friendly。它如果是一般的焚香的话，就会像那个什么沙漠那样横冲直撞那种感觉，那味道会非常的会非常的那个特别啊，会凸显。但它这种清清淡淡焚香，然后加上刚才那个老板有闻出来说他有使用那个麝香去泡啊，我觉得它整体很圆润啊，然后可以很好穿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0到10分哦。其实我大概至少给到9分啊，因为我觉得初学者或是刚刚接触香的人啊，不是对很重啊，或是很香味很重，然后又希望有点心机，不想让人家觉得说你出门就喷大香水，弄死别人。可以用这个。OK。这个人家有点像类似体香，然后又非常的 smooth 这样子不会很刺鼻。是。一般人的接受啊，或者是把它当成一个新机香来穿其实是很好用。OK。对。翔哥一直在描述强调说，它的木头不会让你觉得刺刺的，对，不会就是很柔顺的，还有借由麝香把它抛光柔和下来啊，对不对？对。好，那这一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有出现3调变化，它从一开始的苔藓调，然后进入水漾森林，又带一点这个水汽雾气感，对不对？然后后来到中段。直接就进入了焚香木质，是，对。那你说它有三段变化，我没有，我觉得就是头跟尾这2个的变化，就直接转进木质调了对，我想 HT 大家应该表达的是这个，是因为它跑得很快啦，是，对，它没有说前调走很久，中调走很久，后调走很久，它还是有3调变化，是，但它就是速度很快，它没有说把它前调的那个分子很快一下子就没了，然后就走到中后调。对，我也终于明白说这牌子为什么我们这些收藏级的玩家玩一玩之后，这个牌子就感觉好像还好，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变化就没有像其他，这支还算明显的，因为其他白品的可能就更短一点，对，更快，走得更快。OK，那这一支我会把它定调在苔藓木质，那我想带一点水气、水调、水声调。因为它有一些水感水感，对水感对，我们之前想要再创一个叫水感调的，因为水声会让人家联想到海洋那种腥啊深的那种味道。对，有些人会怕水声调。那水雾感，还是我要自创？我觉得这就是表演，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点那个苔藓泥土的那个潮湿味。对啊，是。对，那要怎么把它定一个调嘞？叫什么？苔藓调。苔藓已经有了嘛？对，苔藓潮湿。你想要就是那种水润感吗？水润调。对，一般这种都说是木质调，都说是木质调，就是有泥土的潮湿感这种。OK， 对，它被归到那个苔藓调。我们的工作还是要越做越仔细，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借由，因为你没有闻到，我只能透过文字让大家分类直觉一点了。对啊。OK， 我会给他9.5分。第一个是我喜欢他一开始这个。水雾感、孤寂宁静的感觉，享受自己一个人，想事情的时候。那后来，转到了木质，它从湿润、湿的，转成干净、舒服，然后又有点干燥的焚香木质调。对，我觉得这是走的最漂亮的地方。对啊，那整个都走得很好玩。从本来深不见底的森林，然后到进入了室内的那一种。
哇，一切安心，因为你回到家里就有一个安全安心感。我觉得这一支就有这个带出安心安全感的这种焚香舒服的味道，回到家干干净净的。OK， 今天非常开心。没错。虽然在我们镜头后面的2位，我们都请到了这个大师级，对啊，大家应该很想看他们2个的真面目嘛？哎，看到前面我们的，另外一支影片就有了。对，非常谢谢他们2个同时难得同一时间，赶快把他们2个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录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对。事实上，他们2个加入之后，我觉得我们讨论的幅度又更广了。对，当然每一个人的那个角度其实会微微的不同，所以那种会让这个商品更完整的呈现给大家。对，非常谢谢2位 HDC 大大，还有这个翔哥，1年来才来一次，就在礼拜5遇见了这样子，对，好不好 ？OK， 那下次见喽。好，拜拜。